你们知道吗？日文里有个字叫做玉来光，它的意思是在山顶迎接的第一道日出光芒。日本人把它看作是佛陀或神明散发的圣光。而在日本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如果你在日本的最高峰富士山上看到玉来光，你就会获得一整年的好运。现在元堂就把玉来光的美分享给你，也希望你传给更多的朋友，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好运吧。这一集元堂就要带着各位观众跟我一起挑战2天1夜的富士山行程，带着2位美女小莫及莎拉，完成他们的第一次富士山之旅。这是一趟梦幻的旅程，同时也是我的血耻之旅。我要洗刷几年前初次爬富士山登顶白墙的耻辱。富士山位于东京的西南西方位，山梨县与静冈县邻接的位置。在出发东京的飞机上，我们就首先幸运地看到了远远的富士山，似乎暗示着我们这一次绝对会有好天气。一般来说，攀爬富士山总共有4条路线，分别是吉田路线、须走路线、玉电场路线以及富士宫路线。而其中吉田路线由于离东京首都圈的交通方便，沿路的山屋及救护站也是最充实的，所以超过半数的人都会选择这条路线。我们一早便从新宿站搭乘直达富士山五合目登山口的巴士，乘坐大约2个半小时左右就抵达登山口啦。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人已经到五合目下面了。它这边下面有卖很多的纪念品，所以呢大家要上山前的时候都会去买一些金刚杖啊，或者是一些补给品，都可以在这边买到，然后也可以先寄物。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等一下就上去了，因为我们明天一定是大景的，好不好 ？Go！现在在寄物中，因为我们是直接从新宿来，所以有些行李可以先在五合目的山脚下，那个五合目这边可以寄物。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在富士山下，然后我们要准备起灯了。今天是8月30号，然后这边是一个经典的牌子，所以我们马上就要登山。现在大家已经在等我要拍照，所以我要赶快走。超多人围观。对 ，OK， 走。出发。准备好了吗，2位？应该小 case 吧，因为这个比百岳就是简单很多。哎，我很久没爬山了，我现在有点小紧张。不可能，他每次都这样。他上次说马拉松的时候，我跑步不太行，结果他跑超快。对，所以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好不好？对，各位，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伙伴，对，就是这位 new partner。 I know, new partner. Yeah.From America, right? You got it. Yeah, our new partner. Let's go. Let's go, come on. 我们现在起灯是11点15分，我的伙伴们都在后面，还有 Ju。我们这次要一起去爬山。OK， 这一次很有缘分的，在搭巴士的路上认识了一位美国年轻小哥 Ju， 是名外科医生。于是我们就结伴一起上山。I love this guy. Please follow his channel. The most kind guy in Taiwan. 有时候旅程就是这样，充满着随机的惊喜。其实富士山的登山季节只有短暂的夏天，大概是7月初到9月初2个月左右，其他时间山顶都是积雪状态。在这短暂的2个月，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沿路上是满满的人潮。然而整座山的规划非常完善，不仅路大条，商务卖的东西更是齐全，有热饮，有冷饮，甚至乌龙面、泡面都可以点。我们后来的结论是，根本不需要带行动粮了。其实不太需要补给，真的是不用背很多，你沿路吃上来就好了。而每间山屋最有特色的就是烧印的文化了。金刚杖绝对是富士山独特的纪念品之一。你可以选择长的当做登山杖，也可以选择短的留作纪念。沿途每一个山屋都可以收集他们独有的烧印图案，一次200日元左右，非常有特色。从五合目走到6合目大概20分钟，海拔大概2000多公尺。富士山的道路平坦又大条，非常好走。这一整段其实都没有遮蔽物，所以此时浓厚的云雾对我们来说反而是天赐的礼物。早上是那个Oh no！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抵达这边应该是7合目的第一个山屋
花小屋，然后呢，我们要来盖这个烧印。然后因为我上一次是带那个长的金刚杖，那这一次的话，我们都带这只小只的，就做个纪念，可以带回去，比较方便带回去。然后 Drew 也准备好要use the stamp， 呀、那它这边是500元2个。好，然后我们来盖吧。在富士山上的每一个山屋都有自己独特的烧印，每一年也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在这里快速吃了个午餐。哇，山上有拉面可以吃哎 ！Oh my god！ 好香哦！马上才走1个多小时。这边我有印象，3.8K， 这边稍微3.8K， 这边就开始要上一段喽。从6合目走到7合目大概花费1个小时左右，而从7合目走到8合目大约100分钟左右。这沿路上啊有非常多的山屋，我们就是沿着这个之字形的大上坡不断上升。我们刚经过了7合目，终于结束那个缓缓上，然后我们经过这个最爱的地形，靠屁股的，现在就是那种屁股生那么大颗，又用出来了。你看这个屁股特小颗的，屁股太小颗，这地形很累。屁股 ，box， 屁股 ，You say one more？ Keep moving。要进入8合目前的这一段，一路上都是这种粗糙的火山岩地形，坡度也变得比较陡。这一段的高度已经接近3000公尺，恰好是富士山午后云雾的堆积处，所以我们沿路就这样逐渐走到云层之上。随着能见度的增加，一层又一层的山屋，仿佛一关一关的游戏关卡，等着我们去通过。持续攀登。呜呼！哇哦，上来了！云雾散开后的富士山有一种静谧的孤独感，由于路上没有一棵树，视野显得特别辽阔，而身在其中的我们便更显得如此渺小。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攀登富士山的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分年龄的聚于此地。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个8合目的第一个山屋了。各位，我们现在呢已经人在8合目上面，这边海拔是3100公尺，所以从这边开始呢，应该我们剩300公尺，我们就到我们的山屋。接下来的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非常的平坦，一路这样子平坦，然后就会开始这样上去。然后我们可能还要再走5个山屋吧，4到5个山屋就会到我们今晚住的地方。富士山一般来说会安排2天1夜的行程，山屋的住宿通常都要提前先订，而越靠近山顶的山屋就越抢手。大多数的人都会订8合目以上的山屋。随着最后300公尺的爬升，我们遇到了好几队大队的台湾人，非常亲切。我也很开心能与认出我的观众朋友一起合影留念。谢谢，加油！谢谢。谢谢。在这为什么爬那么快？嗨，加油！嗨。谢谢。There you are. Yeah, you know, they all come from Taiwan. I can look. Yeah. 哇。说起来，这趟旅程很棒的缘分，就是认识了来自美国的 Drew。 Just like, you know, very tiny. I know, it's so grainy. Yeah. Drew 是一个很可爱热情的男生，他跟许多外国年轻人一样，都是选择一日单攻的方式。当然，这也是沿路上富士山一直在宣导的，不建议弹丸登山。所以我们就沿路帮着他询问是否还有山屋可以住宿。我们一路有说有笑，甚至还教了他一些中文，并跟他大力推荐台湾，希望有机会带他来台湾玩。我们现在在白云庄，然后我们现在还剩下2个山屋，就到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对，没错。
way. 我们预计应该可以在6点前抵达。对，我们走得算蛮快的。没错。虽然我们一路上都在拍照跟录影，但是我们走蛮快的。哦，加油！頑張って。頑張ってですね。Taiwanese old people like colorful. Colorful clothes. Green, yellow, orange. They all look so good. They look so cute. Aw, such colorful people. I love it. 各位，小莫现在也来了，莎拉也来了。我们现在后面整个云海都散开了，然后下面的河口湖也整个都已经出来了。太开心了！我真的，我觉得我算是有血池。有，你上次来大白场，对，完全没有。这次应该是有带上小莫跟 Sarah。OK， 好，那我们就 keep moving 吧。各位，我们小莫现在有一点高山症，所以这时候我们有一个 doctor 的好处 ，Drew，he can absolutely help Moira。Yeah, you take, you speak to the audience. So this is a capillary reflex test. It checks if her blood is flowing well enough. And the way you check it is by squeezing it, it goes yellow. And it has to get back to red in under 2 seconds. Okay. 2, and it's back to red. Okay. She's got enough blood. Oh. Good to go. We're climbing this mountain. 在最后的上坡路上，我们一路有说有笑。Drew 也跟我们简单的分享测试血氧的小技巧。尽管海拔超过3000后，小莫出现了些微的高山反应，但是开阔的视野、美丽的风景，似乎都疗愈了我们的心，好像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OK， 我们剩一点点。 Very close. So it's Very okay. close. 哇 You can smell the food. Yeah. We're hungry. Yeah. We are hungry. 还有点，没有高山症的药。我每一处都高山症。那你是真的一定要自己准备药的。好，我们上去赶快适应高度就可以了。但是我会习惯它，因为我好像大概就是这样。好险我们有医生在。哇，这是我们下山，哦，上次都没有这种 view。哦，对啊，哇，这边很酷哎，它是一间一间小屋哎。We did it！ 有渐层云，然后还有大海在远处。到了巴河谷最后一间山屋，这边海拔在我们住的地方，哇，它已经打光了。那我们就进去 check in 一下。终于，我们抵达了今天的目的地。因为 Drew 没有订山屋，所以我们在七合目时有问他们能不能加一个人。那时候他们确认刚好有一个4人房，所以就叫我们直接上来再换就好。然而不幸的是，当我们到现场再次询问时，似乎已经没有办法换了。于是可怜的 Drew 只能跟我们分道扬镳。See you in Taiwan. See you all in Taiwan. Or in New York. Come. Okay. All right. See you guys. Take care. All right. Ready back home. 他们也没有订房间所以他们要遇来光，他就是要登顶。哦，那边超美的。他也没有穿什么，好冷哦。Okay, Taiwan. We bring this one. Yes, we will announce by mic the number, and there is the dinner space. Okay. Thank you. 他们这边呢都要先把这个鞋子脱下来，穿他的拖鞋，你的登山鞋就可以放在这里面，然后就穿拖鞋。这个拖鞋是可以出去外面，然后进去里面的话是直接光脚。对，然后吃饭的话就可以用这个牌子，号码牌。浜田さん1名。Thank you。上去。哇，超棒的小屋哎！哇，超赞的啊！大饭旁边。OK， 1, 2, 3 ，Thank you。各位，我们现在在山屋里面。很舒适的3人小屋，也把衣服都先吊起来。看，现在大家在整理东西。各位，我们要下去吃饭。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屋。哇！
Like number 21, one the dinner time. 哦，dinner time，OK OK。这是4人房。哦，下面有超大通铺啊！这也是3人的，3人的这种还有 view 也超棒的。Oh my god！3人是最多的啊！去吃饭喽！我们是富士山双美。双美，自己讲双美，讲完自己。好不要脸。晚上大家就聚在山屋里，吃着香喷喷的咖喱饭。吃饭时，每间山屋都会跟大家说明日出时间以及建议的出发时间。由于我们算是在第2高的山屋，所以可以比别人晚一点点起灯，但仍然是预计要2点半前就要出发。入夜的富士山风很大，但是天气晴朗，明天能看到玉来光的信心也更强了。各位早安，现在是1点38分，然后先起床去大厅吃早餐。现在2点半，我们准备要穿鞋出发了，外面人越来越多了。观众，我们现在呢，时间是2点36，这边已经超多人都要开始起灯，所以可以看到长长的人龙已经上去了，准备起灯。一起出发 ，Go Go Go！ 夜晚的富士山，某种程度似乎比白天的富士山更加热闹，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为了看到玉来光而早早出发。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这个玉来光山屋，也是最高的一个山屋。这边海拔大概3450公尺，然后人已经越来越多，然后基本上都是用排队的上山。天气的话，就是风很大，然后可是走起来其实你不用穿太多，因为我觉得像我现在穿羽绒衣，走一走就热了。拥挤的人潮一路排到天际，在山顶上画出一道白色的人龙。然而对我而言，这一次的富士山登顶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上一次我在又湿又冷的雨中登顶，险些失温。这一次除了风大以及低温外，伴随着我们的是背后美丽的夜景。我与小莫和莎拉随着人潮的大部队缓慢前进。当你在严酷的环境下，低温、低氧与狂风都会让每个人的速度有所差异。在狭小的山道上，脚下的每一步都是自己与自己的挑战。最开始在你左右并肩而行的人，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然而在这登顶之路上，唯一不变的是，大家的目标都是爬到顶端。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到达了海拔3600的九合目。我们从八合目大概走了可能200上来，到九合目这边，然后接下来走400公尺，30分钟，好就会到这个富士山山顶。然后后面有一个古老的神社，不知道大家拍不拍得到？我照一下，叫做九合目虚智饮酒虚智神社。好，那我们就不多说，我们就赶快出发吧。在最后的登顶之路上，因为道路狭小，沿路上都有工作人员协助宣导大家排成2路。最终，我们看到了最后登顶前的2只石狮子，也象征着我们终于抵达了。登顶了，登顶了！登顶！耶！我们成功在日出前抵达富士山山顶，并顺利收集了山顶神社的烧印。各位，我们已经在那个富士山上面的这个庙，然后我们已经盖完那个烧印了。它就是会有一个这个富士顶上，这个是陆须智神社，超酷的。然后我刚刚投了100块，然后就可以拿这个是御神钱，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刚刚也没认真抽，只是投了。我也是没认真抽，我就直接投了就拿了。对啊，这个应该是你要那个祈愿，然后投钱，然后抽1张。哦，我没有任何祈愿，我就是投了就拿，我只想做纪念。它
有说你那个啊，比如说学业、商业、旅行。哦，全部都是吗？哎，只看到恋爱会被告白是吗？快点跟我告白！我在上面买了一本收集神社的册子，接着便准备去找个好位置卡位看富士山的玉来光啦。我们现在在看日出，然后呢，人非常多。我跟莎拉在这边，在这边盛风啊。小莫因为太冷，他先进山屋躲着，然后我们就站在第一排看日出，就在我后面。耶，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哇，红红的有没有？在算是日出第2排。抢后最佳位置。对，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看日出了，下面有云海，有河口湖，还有远方火烧般的云，超清楚，超清楚的，看一下。玉来光是指富士山顶上看到的第一道日出，它被视为如来佛祖赐予的神迹，据说看到的人会带来一整年的好运气。这一次终于看到了我心心念念的玉来光，也成功血耻我上一次富士山白墙的遗憾。富士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山，而当我们沐浴在玉来光的光芒下，那种感动是无以言喻的。哇，这个云海，让人真心的相信已经获得一整年的好运气。我们在这里拍照留念，看着底下辽阔的风景，你的心是否也跟我一样充满了能量呢？富士山最棒的是山顶的规划齐全，我们拍完照后立马躲进餐厅来碗热热的拉面。我想这大概是我爬过唯一登顶还可以消费的山吧。这边 ，OK。他刚刚是排这边吧？我们现在在山屋里面，富士山山顶吃拉面的感受。请问玉山山顶可以吃拉面吗？哦，你第3哦，没有了。哦，对，我是说可以学习，可以学习。还有红豆汤圆的。如果你绕一圈，上面还有一个油脂。那边是我靠。被记名。这真的要用眼睛才能看到我现在眼睛看到的美。吃完饭，我再次来到观景台，看着眼前的景象，心中无限的感动。在日本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没爬过富士山的人是笨蛋，爬过第2次的人也是笨蛋。而我就是那个爬了第2次的笨蛋。山终究待我不薄，赐我美景，治愈我心灵。而我只剩下最后一个愿望，就是登上富士山的最高点剑峰，并且完成富士山的波旬。然而极冷的低温加上狂风不断，小莫与莎拉决定先行下山。火山口边缘了，然后等一下呢，我就是要绕这个一大圈，绕回来。这样子一大圈哦。对啊。这是一个叫做波旬，好像要走1个小时。拜拜。大家都知道富士山是一座火山，而绕着富士山的火山口一圈就是经典的波旬之旅。为什么称为波旬？有一说是因为富士山山顶又被称为玉波，就像一个碗一样，因而得名。而攀登富士山本身在日本富士山信仰中就是一种登拜的仪式，也就是透过攀登富士山的锻炼达到一种启蒙。这样的信仰行为又被称为富士禅定。而在顶部绕行的波旬行为，也正是传统富士山信仰的文化之一。一般来说，绕行一圈大概耗时40分钟左右，以顺时钟方向环走较为常见。但在这个方向下，要上到剑峰，就要走经典的马背，也就是剑峰前的一大上坡。这也是我选择的路线。我在走上前往剑峰的这一段陡坡，有够陡的。这整个是沿着火山口。我走在波旬中最陡的这一段路，由于整段路都是火山碎石，所以走起来非常滑。我一步一步迈向日本的最高峰剑峰。
这里同时也是日本最高的气象站，满满的排队人潮都是为了跟剑峰合影。最终，我成功站上日本富士山的最高点，海拔3776的富士山剑峰。对我来说，这是一趟血耻之旅。我成功补考了当年没有登上剑峰的遗憾，也完成了富士山顶的波旬之旅。我一个人走过巨大的火山口，参观了山顶的另一间神社，用我的双眼看了一圈不同角度的山下景色，这一切都让我难以忘怀。最终，我回到原点，开始我的下山之路。下山的路是无止境的之字形下坡，有些路段的坡度甚至感觉超过45度。伴随着山下的大景，我把自己化作富士山上的一阵风，用狂奔的方式走过这条相对单调的下山之路。我必须说，某种程度，富士山的下山比上山更加负担。每个人都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下山方式。在快到终点的路上，还有骑马的选择，可以把你载到登山口。然而有始有终的我们，最终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双脚，扎扎实实的完成了整趟富士山之旅。哇，好有活力哦！跟不上了啊，小 case。可以的，哇，可以的，可以的，亲民路线。运营路线。这是一趟别具意义的旅程，也是我第2次的富士山之旅，是小莫与莎拉的初体验，同时也是小莫正式完成东亚3山的挑战。我们在这里收获了美景，交到了一个外国朋友，完成了登顶，最后更获得玉来光满满的幸运能量。我想，比起在山下仰望富士山，我还是更喜欢这一份亲自莅临的感觉吧。我是元堂，这是我在日本富士山的故事。那下一次，元堂又要混哪里呢？整整1年没爬山，我现在脚就是白卡。整整1年没爬山就来爬，一来就爬富士山。富士山，直到底是接什么毛病啊我？那有什么毛病？直接变成白卡。 3天快闪。3大一定要带。3大是一定要带。对，第二头灯，头第二灯，个登山杖，对，第3个就是面纱，面纱，其他的防都可以不带。止粉尘，其他都其他现在，都买得到。其他就带着钱就好了。对，带着钱都买得到。对啊，下山如果你再有钱一点，直接坐马回来。我记得2万日元哦。 2万日元哦。虽然我刚刚不是说我刚发对吗？对，忘记我刚刚说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还好。你觉得还好？觉得富士山小 case， 对，小 case，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到了就没有，要休息了。到了就没有那个感觉。现在就是你知道欢乐的。欢乐啊，那奔跑啊，奔跑啊！你还有跑起来，之字形，哎，之字形，陪伴冲刺，冲刺！哇，好有活力哦！跟不上了啊！我是元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加分享哦。元堂混哪里？我们下次见，拜拜。